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 Start Learning Chinese with Annie。今天我的朋友收到了两只非常可爱的小猫咪。小猫它们只有1个半月，非常小，非常可爱。他给我发了这个视频，看到这个小猫咪真的让我觉得我非常的紧张，因为它们太小了，但是特别可爱。这个视频让我想起来我和3只猫咪的故事。那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和这3只猫咪的故事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很多的人他们问我，你非常喜欢猫，那你常常在家工作，你为什么不养一只猫，在你的家里，它可以常常陪你，你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跟他们在一起玩。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有一只猫，这只猫叫圣诞是一只非常可爱的英国短毛，是蓝色的毛。那这只猫是我送给我爸爸的礼物，因为我希望这只猫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可以陪它，因为我爸爸他的身体有的时候不太好，他不可以常常出去旅行，很多时间他在家里。那这只猫是我的爸爸妈妈非常好的朋友。那我为什么不自己养一只猫呢？有2个故事，他们让我决定我不想自己在我的家养一只猫。很多年以前，差不多6年以前，那个时候我不住在中国，我住在拉丁美洲的一个国家，叫哥斯达黎加。这个国家在中美洲。那个时候我住在哥斯达黎加，我住在那儿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去我的朋友的家，他的家在山上，有一个房子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在他的家山上的房子住几天。有一天在这个他的房子的外边，我们发现了一只非常小的猫。这只猫我觉得看起来只有2个月，我们没有找到它的家人。那个时候如果把它留在那里，我觉得这只猫可能会被别的动物吃了。那个时候它非常瘦，非常小，我们把它抱回来，给它吃的东西，给它水，给它洗澡后，我们决定把它带回城市，所以我把它带回我的家。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，叫做哥哥。哥哥是中国的哥哥弟弟。为什么叫他哥哥呢？因为把他带回来的时候，他非常小，非常瘦，所以我让他像哥哥一样，他的身体非常，所以把他带回了城市里边。我们开车的路上，他在车上睡着了，非常的可爱，所以他感觉应该很舒服，跟我们一起回家。但是
我也把它送到医院，宠物医院，给它检查身体。所以它的身上有很多的小的虫子，因为它在山上生活了几个月，所以它的身体慢慢的越来越好，它越来越胖。它在我的家里生活的很高兴，我很高兴，我真的很高兴把它带回家，因为它常常陪我做所有的事情，他陪我学习，陪我工作，所以我跟他一起住在那儿，住在外国差不多5个月。快新年的时候，我决定回北京，我决定回中国陪我的爸爸妈妈，差不多2019年的12月，我回到北京。那1个月以后就是新冠肺炎，所以疫情开始了。那我回北京以前，我请我的朋友的爸爸妈妈帮我照顾哥哥，所以我告诉他们，我说几个月以后我会回到哥斯达黎加，请你帮我照顾他几个月。我回来的时候，我会接他回我的家。当然，新冠肺炎开始，我没有办法回到哥斯达黎加。他非常幸运，因为我的朋友的家人，他们愿意照顾他，愿意让哥哥留下来。所以现在哥哥有一个非常好的家庭，很多的家人可以照顾他。虽然我不可以跟他住在一起，但是我为他高兴，因为他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。我的朋友会发给我他的照片，所以我希望他一切都好。那这个是今天我们说的第一个我和猫咪的故事，我和哥哥的故事。第二个故事是让我有一点点的伤心，我不常常说起来这个故事，因为已经很长时间过去了，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我不想养一只猫的原因。我觉得差不多是2021年，3年以前我搬到了我自己的房子。那我想我现在有我自己的房子，我也非常想哥哥。那可能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，我可以自己养一只猫。除了哥哥，以前我从来没有养过别的宠物，我没有养过猫，我没有养过狗，所以我对猫和狗，我对所有的宠物都不太了解。好，那我去一个宠物的商店看一看。所以我找到了一家宠物商店，我记得那个应该是冬天，所以我坐出租车去这家宠物商店。天气很冷，我穿很多的衣服。我在想，很多的猫咪如果在外边，它们应该会觉得非常非常冷。那我到了这个宠物店里边，我觉得很舒服的。在这个宠物店里，他们卖各种各样的猫和狗。那我看一看，我在这个宠物店待了很长时间，我选了很长时间。我真的没有经验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选哪只猫咪。但是我看到一只布偶，就是很多的猫咪都喜欢跑来跑去，喜欢跳，喜欢叫。
这只猫它就是很小很安静的在这儿，我看它真的很安静，自己一个人看起来有点可怜，可能我可以把它带回家，可以给它一个更舒服的家，我可以陪它。那我决定把它带回家，我很喜欢它，我带它回去。这个商店里的人告诉我我们先给它检查身体，它的身体非常的好，它的身体没有问题。那我买了它吃的东西，它用的东西，宠物店的工作人员告诉我，我应该做什么，我应该怎么给它吃的东西，我应该怎么照顾它，因为我真的没有经验，所以我带它和所有我买的东西回家。回到家以后，这只小猫它当然有点害怕。这个宠物店的人已经告诉我了，可能第一天或者第二天，它要慢慢的习惯这个新的环境，所以可能它回到家的时候，它会有一点怕，它会躲起来。所以我给它准备好吃的东西和水，那我让它慢慢的在我的家里习惯一下，它藏起来。但是第二天它出来了，它开始跟我玩，但是到了第三天，我发现它的身体不好，它开始拉肚子，它开始不吃东西。我给这个宠物店的人打电话，我告诉他们，我觉得我的猫看起来可能不舒服，我应该怎么办？因为我不知道我应该带它去医院，还是它应该在家休息，因为它太小了，可能它不习惯。所以我想问这个宠物店的人，他们告诉我，他们说这个没问题，这个是正常的，这个是正常的情况，所以可能几天以后你的猫吃东西它会慢慢的习惯，那你等一等。所以第三天第四天我看看它的情况，我真的有点害怕，但是这个宠物店的人他们告诉我，他不用去医院，他应该在我的家休息。但是到了第5天第6天，他的情况越来越差，越来越差。我给他们打电话，我哭了很多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来到我的家会生病，会这么严重，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。那我给这个宠物店的人打电话，我告诉他，我说我可以把他送回去，我可以送回去，那可能你们会更好的照顾他。我不在乎钱，但是我真的希望他可以很快的好起来。然后这个宠物店的人他们说，不行，现在他不可以回来。那我说，那他要不要去医院？他们也说最好不要去医院，因为可能在医院有很多的猫或者是狗生病了，可能它会更严重。这个宠物店的人他们给我送来很多的药，让我给这个猫吃。所以第7天它的情况特别不好，特别不好。第7天的早上，它突然在我的家死了，就是非常的快，就是这样的情况让我就是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我觉得这个是我的责任，我觉得我自己不会照顾它，等等等等，所以很长时间我非常非常的伤心，非常难过。后来我看了很多的这个新闻，或者是我问了很多
其他的朋友，他们养过猫，有很多的经验。他们告诉我，这个应该是很多的宠物店的问题，就是这只猫它本来是生病的，很多的宠物店他们希望这个猫妈妈生很多的小猫，可能它的身体不好，但是他们还让它生更多的，所以有的小猫它出生的时候，或者它换了新的环境，或者它没有打疫苗，常常很多的小猫，1个月、两个月的时候、3个月的时候，它需要打疫苗，但是它没有打疫苗，所以这样的情况，这个猫咪它的身体是非常不好的。这种猫在网上很多的人叫星期猫，就是这只猫它本来是身体不好、身体有问题的，这个宠物店为了赚更多的钱，他们卖出去这样的猫。我给它的名字叫 Muñeca， 这是西班牙语的名字，叫做布娃娃。布娃娃，那我就给它这个名字，我希望它可以跟布娃娃一样。我特别的伤心。我也很遗憾，它没有能够跟我在一起很长时间。但是呢，这件事情以后，我决定我不会在宠物店，我不会再花钱买任何的宠物。那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知道这件事情。那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不会花非常贵的很多的钱去买宠物，可以更多的去照顾或者去收养流浪的猫或者是狗。那如果我们不花很多的钱，那这个宠物店他们不会让这个猫咪或者是狗妈妈、猫妈妈生更多的小猫。所以这样的情况，我觉得我希望会越来越少。那这个是我跟猫咪的第2个故事，我跟穆涅卡的故事。那虽然这件事情让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，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对我的影响非常大。已经很多年过去了，但是我还是不敢养一只猫。我觉得第一个原因是我真的怕它们生病，或者是我怕我照顾不好它们。第2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我怕我跟他们的关系变得非常的重要，让我可能不太愿意有我自己的生活，我不想去旅行，我想更多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。可能这个也是我还不确定我要养一只猫的原因。但是呢，第3个故事就是我在前边我说到了，我跟圣诞的故事。它是我给我的爸爸妈妈的一个礼物。我希望有一只猫可以更多的花时间陪它玩。我真的觉得圣诞是我的非常重要的家人。我的爸爸妈妈会给他花很多的时间精力，花很多的钱，也会给我的家人带来很多的欢乐。圣诞是我的朋友的家，他自己的猫生的几个小宝宝，那圣诞是其中的一个。我的朋友很好的照顾他，一直到4个月、5个月的时候，我从我的朋友的家把他带回来。带回家的时候，他已经打了2针疫苗，所以他的身体一直都非常好，非常健康，每天吃好吃的东西，睡觉，陪我的爸爸玩。我觉得任何的宠物，任何的动物都是我们人的朋友，
我觉得它们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爱，我也希望我们可以更好的去照顾它。那今天的这个视频，我跟大家讲了我和3只猫咪的故事。通过这个视频，如果我们有机会，那我们可以收养或者是去照顾流浪猫或者流浪狗。我们不要花很多的钱去在宠物店买非常贵的宠物，我觉得这样的市场会越来越大，这个大家都想要这一种的猫，那我觉得这个需求很大，所以有的时候它们的环境可能不会特别好。如果你喜欢宠物，那可以帮助更多的流浪猫或者流浪狗，给它们一个舒服的家和一个更好的生活的环境。我希望你喜欢今天我跟猫咪的故事，那我也希望你喜欢我的频道。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，请你点赞并且订阅这个频道，因为每个星期我会有新的故事。我是安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